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省钱的。我呢，从来不点外卖，也不出去吃饭，都是自己在家做。衣服呢，也是有穿就可以。就连我家孩子的衣服、玩具，80%都是朋友亲戚给的，只有换季给的衣服不能穿才买。让你们看一看一个05年广漂男孩的生活有多节俭。现在是中午的11点35分，今天去超市买了一点豆腐和猪肉，一共花了7块5，准备做一个白菜猪肉炖粉条。像我每天下班，我都坚持自己在家做饭，同事让我去聚餐，我也都是不去的，因为我知道哪怕 AA 制也要花掉上百块，但是这100块可以让我买3斤猪肉、30个鸡蛋、10斤大米以及1桶食用油，而这些都够我吃10天半个月了。中国经济下滑，房地产市场重挫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导致消费信心持续低迷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中国年轻人掀起一股报复性存钱的风潮，纷纷为自己设定每月高额的储蓄的目标。那么与储蓄相关的话题，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层出不穷，例如存钱大作战、存钱打卡、攒金豆等标签相继走红，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。这位博主是90后，她说她和老公都特别喜欢攒钱。那么他们到底有多节省呢？比如说，她下班路上看到西瓜便宜，就买了半个西瓜。她打算晚上做个辣炒西瓜皮，简简单单又是一餐。到家后先把西瓜肉挖出来，再把西瓜皮处理一下留着备用。这些年我们每天为了能多省几块钱，从来不去饭店吃饭，也不叫外卖，每天不管几点下班呢，我都会坚持回来自己在家做饭，买几块钱的菜就够我们吃好几顿的了。在外边随随便便吃个快餐都要10几块了。有很多人都说你年纪轻轻的不懂得享受生活，其实主要是现在挣钱太不容易了，生活处处都需要用钱。又像我们这样农村出来的孩子，从小就没有背景，也挣不了大钱，就只能一点一点的去节省，慢慢的积少成多。这边西瓜肉全都挖出来了，再把切好的西瓜皮放一点盐给它腌制一会。博主说，平时同事们喝奶茶喝咖啡，而他只喝白开水，他一点也不羡慕同事。毕竟奶茶不仅糖分高，而且不健康，而且一杯奶茶就要10几块钱。他下班自己在家做饭，虽然说比不上饭店的菜，但是没有那些科技与狠活，吃得健康安全，关键是还能省下不少的钱，一举两得。这位博主说，他每个月工资是3000块，一年存了18000。他在视频中分享他是如何做到的。他每个月拿到工资以后，就拿出1500块到银行去存钱，银行会给你一张纸质的存单，然后这是1500，拿上1500现金和我们的身份证，然后又给银行，然后说要存成一种纸质的存单，定期存单，存1年期，他就会给你一张这样的纸质存单了。然后你每个月去存一张这种定期存单。关键来了，还没完啊！到第13个月的时候，第一个月存单不到期了嘛，我们取出来，带本金和利息，加上这个月要存的1500，拿上我们的身份证，然后再去换一张纸质存单，你手里就有12张这样的定期存单，每个月有张到期，每个月去存，每一张这样不断的循环，一直有12张。博主说，当你存了第1张存单，你就会想存第2张，然后你每个月都会想去存，成就感就会不断增加，你的存款数字也在慢慢的增加了。当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那利息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如果你是月光族的话，再过10年你也存不下来钱，而这个方法真的是特别的管用，不信呢你就试一试。这位博主是90后，她和老公养着3个孩子，有房有车还有存款，为了攒钱，他们每天花费不到10块钱。今天下班买了1块钱的土豆，2块8毛钱的辣椒，可以吃2天。这几根豆角还是公公在老家给拿过来的。我和老公的工资加起来15000左右，养着3个孩子，每个月伙食费都控制在1000以内。好多人都好奇我们是怎么做到的。为了能攒下钱，我们家一直坚持5不买，而且我们一坚持就是10几年。今天就把我自己的一套存钱小方法分享给大家。第一，我们从来不点外卖，不下馆子，1日3餐都是我老公在家做给我们吃。博主说，他们不经常买衣服，也不追求名牌，10几块钱一件短袖都可以穿整个夏天。她老公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牌，也没有社交。老公在工地干活，一到休息他还会去送外卖。这几年钱越来越难挣，
让博主更意识到存钱的重要性。日常纸盒子他都会攒起来，攒多了还能换几个鸡蛋。大家千万不要听网上说什么及时行乐这种鬼话，一定要多存钱。在当今社会啊，只要你手头上哪怕有一点存款，无论是2万、3万、10万还是20万，都意味着你拥有真正的人间清醒。不要相信网上那些误导人的话，说什么钱是挣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那些让你想开一点，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活，及时行乐的话，都是误导你的。试想一下，有一天你的亲人病重需要钱，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急事需要用钱，而你的口袋里面呢，连1万块钱都拿不出来，你四处借钱，却发现世人看你的眼光充满了不满、鄙视，那个时候你能干什么？你只能剩下满心的卑微和无赖。博主说，养成存钱的习惯，手中就有了积蓄，遇到的事情才不会慌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就会发现生活越来越充实，越来越踏实。这博主和妻子都是农村出来的，这些年靠着2个人的努力，4年前他们买了房子。很多人问他们，作为普通上班族是怎么存到钱的？他们分享了3点存钱经验。首先要学会控制每个月的支出，买东西之前先问问自己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。去年通过这个方法，我们成功削减了35%的非必要支出，懂得消费边界的把控，1年下来，你肯定也会比别人多存个几万。第二，千万不要超前消费，我们从来不用信用卡花呗，更不碰网贷，因为超前消费其实就是在向未来的自己借钱，最终还是要未来的你去还这个债。博主说，第3一定要学会强制储蓄，先存后花。每个月工资发下来，先强制存入一笔，剩下的才是拿来花的。月末有余钱，立刻转入存款账户。要和自己的对象一起存钱，这样你就会发现你们的钱会越来越多，而且你会发现很有乐趣。因为我平时抽那个有害健康嘛，有这个习惯啊，大概3天就会抽个1包左右，一包呢大概就20左右。我们就约定，就我减少抽那个有害健康的频率，然后把这个省下来，折算进来，存进我们的小金库里边。就是我靠我副业赚的一些钱也存进去，然后他呢就减少喝奶茶的频率，把省下来的也存进去。博主说，他们把钱分了2部分，一部分就是等他女友毕业之后，他们打算用这笔钱去他们一直想去的3亚玩，另一部分是为了应急准备的备用金。他觉得2个人在一起存钱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有一种幸福感。98年农村小夫妻攒钱买房，如何将1个月生活费控制在800块以内？我们生活在浙江，是一对来自重庆的90后小夫妻，目前月薪6000。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怎么去做的。第一，我把每个月的30天分成4周，每周吃饭买菜的费用控制在175块，一天就等于25块。4周就是700块，剩下的100元作为其余开支。第二，我们夫妻俩在小县城生活，吃饭买菜大多都去地摊买，比超市要便宜很多。像我今天买的苋菜这么大一把才3块钱，可以炒一大盘了。博主说，第3，为了节省费用，他偶尔会去一次批发市场，像平时吃的大米和菜籽油都是在批发市场买的，虽然买的不多，但是比超市还要划算。一袋50块大米，他们俩可以吃1个半月，算下来一天才1块2毛钱。冰箱的肉大都是老家带过来的，所以呢不用花钱。每天自己做饭的油盐酱醋的花销还不到1块，相比点外卖1个月可以节省1000多块钱。第4呢，他们很少出去吃饭，饭店随便吃一碗面条都要15块钱，他们买一包挂面8块钱，可以做1周的早餐。第5，他每天下班自己做饭，2个人吃一般10块钱以内就可以搞定。他说，趁年轻多存点钱，以后遇到事情才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权。让我们一起加油。人还是要存点钱的啊，存多少？也不是说让你存个几百万、几千万那么夸张啊。假如你手里面有个50万左右的存款，那很有实力啊，很有实力吧？我跟你讲，你整个人那个状态跟以前都不一样，吃了钱。这种变化，它不光是表面上的，是什么我吃的好点啦，我穿的像样点啦，这些都是很表层的。关键是它带给你那种从骨子里面渗透出来的自信。没错。比方说你遇到事了，我很淡定啊，觉得甩一点是吧？无所谓啊，我有钱嘛。你比方说你碰到个坎儿，也无所谓，为什么？我有底气啊。博主说，你不要觉得我谈钱听起来很俗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假如你没有钱，你骑个电动车出去，你都觉得丢人，别人要多看你2眼，你可能想他们是不是在瞧不起我。
但是假如你兜里有钱就不一样了，即使你骑电动车出去，别人多看你2眼，你也没感觉。这种自信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。我骑电动车只是出来兜个风。存钱呢，也不是叫你抠门，必要的开支我们是不能省的，而是把一些不必要的开支能省就省。你不会一直年轻，也不会一直有能力赚钱，存点钱那种快乐太实在了。这博主和老公都40岁了，从他们买房以后，生活压力一下子变大了。这2年半的时间，我们能省就省，能不买也绝不买。从日用到3餐都在精打细算，3餐都是在家里做，饮料奶茶更是很少喝。老公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我呢照顾家庭和孩子之外，还在做蛋糕。可生活难免有意外的开支，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我们能努力奋斗的时光也就这么几年了，如果不努力，孩子未来就会很辛苦，父母的晚年就会很心酸。一个好的家庭不是要多么衣食富有，而是要一代代向上托举。所以每天都要给自己说，一定要拼，要给父母安稳的晚年，要给孩子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。这博主36岁，他说养成这3个习惯，真的能够存下钱。养成不乱花钱的习惯，存钱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哪怕每月只存500块，1年也能存下6000。第二，不点外卖，我们一家基本在家做饭，既健康又干净。今年花费5元做了西红柿鸡蛋面。第三，少看购物直播，以前总爱买9.9、19.9的东西，买回来却闲置浪费。现在我解绑了银行卡，看到直播直接划走，把时间留给读书、种花，不花钱反而更快乐充实。博主说，会赚钱是本事，能存下钱才是大智慧。看着银行卡里的钱余额越来越多，他觉得比网上购物拆快递还要爽100倍。很多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只有1500块钱，这博主认为大学生也可以存下一些钱。其实存钱还是蛮简单的，不要做下面这8件事情就行了。首先，不要开通各种 APP 的会员，这边苍狼诀，那边星汉灿烂，2个会员就差不多占掉了你40来块钱。第二个就是不要点外卖，现在的外卖你加上包装费啊、配送费，再怎么简单也要20来块钱吧，吃多了还不健康。所以我觉得食堂才是最香的，因为现在的大学嘛，不可能就只有一家食堂，对吧？博主说，第三，不要囤护肤品，特别是遇上什么618、双11这种大节日的时候呢，会有很多商品促销活动，这个时候更要忍得住。而且囤货这种事情有的时候会上瘾。第四就是不要买太多的口红，特别是大牌口红。再有呢，不要去买一些太廉价的衣服，有的衣服洗了2次就变了形起球了。博主建议只买几件稍好一点的衣服，样式颜色都比较百搭的，可以穿很长一段时间，而且呢还不会过时。再有就是不要买太多彩妆，你把脸搞好了才是最重要的。像彩妆有一套适合自己的就够了，不要看到别人推荐这个也想买，那个也想买。另外呢，不要经常去做美甲，做一个纯色的也要50-60块钱，再贴个甲片200块钱就没有了。如果是遇到什么节日或者是过生日的时候，偶尔做一次倒还可以。我们在佛山12000左右的工资，精打细算的过日子是我们特长，只为余额一点一点往上涨，能争取早日实现买房目标。1块钱的豆芽就有这么多，不知道为什么比老家的还便宜。油热下葱蒜跟辣椒，豆腐先下锅炒碎，再倒入1块钱的豆芽翻炒，加点葱末翻炒，味道更香。我们在佛山赚再多的钱，也不会随便乱花钱，因为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只有手里有存款，对我们来说才是实实在在的。博主说，他们只是省钱，不是抠门，只想为未来铺好路。现在社会残酷，生活艰难，医院会救一个有钱的坏人，就不一定会救助那个没钱的好人。所以大家要明白存钱的重要性，继续加油。本存了3万，这本存了3万，这本存了1万，终于存满7万块钱啦！现在特别喜欢用现金存钱，越存越上瘾，越存越不想花，放在手机里压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，每天花个1000块钱没有感觉。这个是升级了，有100页的，非常丝滑，手感相当的好，能存到3万块钱现金本。没事的时候翻一翻，心情也老好了，老舒适了。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存钱很困难的，一起来准备存现金吧。给自己存5000块钱，还好我有这个保险箱，不然真存不住。月工资3000也能攒下钱，用的就是这种现金存钱法。手里有钱就放进去1张，要不放在卡里根本就攒不住，随手就花了。
这一摞差不多2万块钱，我的目标是年底攒到4万。你要不要入个箱子一起存钱？一位名叫小宅宅的26岁女性用户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她如何将每月生活开支控制在300人民币以内的经验。她在视频中展示了如何将每天的餐费压缩至10元人民币以下，引发了大量关注与讨论。许多网友开始寻找存钱的伙伴，这是一种新兴的社交方式。一些储蓄爱好者在网上形成了互助社群，彼此监督，分享省钱的技巧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